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最近几个交易日停更了大概9天，我们看到比特币的行情依旧在继续向上爬坡。那么这个过程，我早在5月1日5月初的行情分析当中就给了出来。它的这个结构呢是一个收敛三角形，我们看到了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逐渐接近近焦点的这个区域是容易发生变盘的区域。所以呢，5月初的行情分析当中给出了这个变盘的时间，大概是在5月中旬。然后我们看到5月15日晚8点整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具有标志性的阳线。那么我们看到这个阳线目前走了出来之后，在4小时级别，我们注意看啊，这里是4小时级别的5日均线、10日均线上穿了144日均线、169日均线和红色的这个200日均线。那么很明显，这个位置上是一个多头的信号。那么多头走到这个位置上之后在$66,000附近开始做横盘动作。那么时至今日，我们看到整个金融市场、整个虚拟货币市场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板块轮动，但是在板块轮动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些落后者。那么我们回到这个云图上来看今天前100名的云图都是互有涨跌比特币和以太坊涨跌幅度不大所以呢这里用灰色来表示。然后我们看排名前500名的这个数字货币也是互有涨跌。我们看到领涨的板块，我认为是 DeFi 板块然后我们也看到了Solana 板块出现了一定的绿色比较多的一个情况。但是呢 Solana 板块当中龙头币种 SOL我认为目前已经接近了暂时的一个行情的尾声原因是我们看来到 SOL 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低点$117，高点目前是$177，涨幅非常巨大，超过了30%，目前最大的涨幅是50%左右。那么到达这里之后，我们看到前面行情当中有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也是在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生了快速回落，回落之后反复反弹，形成横盘震荡的收敛三角，然后寻求了一个突破。那么和比特币类似的是，目前突破进入到了一个疲软期。那么这个疲软期呢，是由前面行情当中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了一条位于$177的压力位构成的。所以呢 ，SOL 在今天接近这个位置上之后，我们也看到了它整个板块，刚才在云图上来看，整个板块也出现了一定的上涨。但是到达这个位置上之后，我认为 SOL 板块的轮动接近了一个尾声。那么哪些币种呢有更多的机会呢？我们刚要分析哪个币种要出现机会呢？我认为是平台币类BNB 有一定的机会。原因是呢，目前为止 BNB 在4小时级别还没有出现一定的表现，但是它的横盘过程非常长。我们可以看到$65高点出现之后，出现了一个箱体结构。那么这个箱体结构过程当中内嵌了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是由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那么目前的价格呢是处在收敛三角形的一个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当前的价格非常接近于200日均线，非常接近于144日均线，非常接近于169日均线，同时也在焦点位附近。我们看到这轮行情以太坊有所表现，Solana板块当中龙头币种 SOL 有所表现，也包括了我们前面行情当中给出的 GoTo 有一定表现。但是呢，我们看到平台币 BNB 在目前表现不佳。表现不佳的原因是我认为是多重方面的。首先呢，我们认为币安平台最近出现了一系列的打新活动，但是呢都缺乏一定的亮点。但我认为后面的上新会有更好的币种在这个平台上做这个首发。这个动作出现之后，这些次新币种仍然会有一定的涨幅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GoTo 就是一个次新币。有了这种次新币的上涨之后，资金会从在上涨结束之后，资金会从次新币移动到 BNB 上来这种资金移动呢，为 BNB 的价格为 BNB 的价值提供了一定的支撑。那么在这种支撑的情况下，我们也看到了上方在4小时级别上 BNB 已经出现了4次的等位置波峰。那么4次等位置波峰就符合了江恩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同时呢，我们刚才提到的 BNB 在目前是落后于比特币、落后于以太坊的，但是 BNB 已经进入到了非常关键的变盘区域。那么在这样的变盘区域附近，我认为收敛三角形的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容易发生上攻动作但是这个周期看起来是比较长的。我们看到周线级别上 BNB 做完一轮周线级别上涨吸收之后，当前处在周线级别上涨吸收的8阶阳线的势力范围。那么这个箱体一旦发动突破的话，上方对于 BNB 来说是它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么这轮行情我认为必然会突破$700，突破前高$691.8，站上$700之后，本轮行情最终的目标位是超过$1000。那么这个过程很快就要发生，我认为同时呢，我们也认为 BNB 的上涨过程有一定的平行性。那么这个平行性是
怎么看的呢？我们认为在21年1月份到21年4月份这个位置的上涨将会出现历史性的平行结构。那么当前行情当中接近前高附近虽然有一定的调整，但我认为这种大型的平行结构必然会发生。一旦出现这种平行结构，我认为 BNB 很容易突破$1000高点可能会在$1400到$1900这样的一个区间所以呢，对于 BNB 来说还是有很多的预期和空间的。同时呢，还有一些币种我们看到与市场主流币是出现了一个相反的一个结构，但是这种反向结构我们认为证明了这些板块和币种具有一定的独立性。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 HIGH 呢是我在5·1前后给出的一个会员票。那么在行情这里，我们看到它走出了一个日线级别的向上的一个通道。向上的通道，我们把时间级别调到4小时级别，可以看到这个条通道目前走得非常规矩非常规矩。那么下方呢，我们看到在4小时级别上$4.2对于 HIGH 来说是一个支撑线，那么同时也是波谷连线的一个下边线。那么目前价格已经非常接近于这个波谷连线的下边线，同时呢也是在4小时级别144均线附近，因此呢这个位置是可以进场的，同时呢可以把止损设置在绿色线4小时级别的169均线这个位置，也就是$4.1附近设置止损。那么这个过程我们认为 HIGH 的这个向上的通道会得以继续，同时呢把时间级别调到日线级别和周线级别。那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周线级别的 HIGH 是由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目前的唐僧阳线构成。那么这一轮 HIGH 做出一轮周线级别上涨吸优之后，那么下一轮行情我认为它有继续一个第二轮次周线级别上涨吸优的一个预期。原因是前面行情当中我们看到22年对于 HIGH 来说，22年到24年初调整了2年时间，我们认为一个币种有概率出现横有多长、纵有多高的一个结构。同时呢，在5·1行情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HIGH 在多个板块当中出现了标志性的领涨行情。那么我们认为 HIGH 具有板块龙头，在多个板块当中，它处在一个龙头的一个位置因此呢，给予它一个重点关注。同时可以给予重点关注的是Solana 板块当中的 GOTO， 这是一个平台币，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平台币，在 Solana 板块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首先呢，它是一个次新币；第二点呢，它的市值在 Binance 平台上非常低。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做出了一个日线级别横盘震荡的收敛三角形结构，并且呢，价格始终处在一个相对的高位。那对于这种结构，我们认为它有着一个继续爆发突破前高$5.3的一个动机。同时呢，Solana 板块也是本年度的一个热点 ，GOTO 呢是 Solana 板块当中的热点中的热点因此呢，对于这种热点币种应该给予一定的关注。那么今年行情让人意外的是道指 PEP 这种某板块去年或者前年的这些币种出现了一个爆发式的上涨。那么这里的龙头呢，我们认为是 PEP。那么 PEP 呢，在这轮行情当中，我们看到重新创出了一个新高。那么在上轮行情当中与某板块互相轮动的是 GameFi 板块。那么 GameFi 板块当中的龙头呢是 YJJ。那么在这轮行情当中 YJJ 还没有更好的表现，但是我认为 YJJ 的价格稳定在了日线级别144均线这个位置，因此呢，在144均线价格附近可以布局，同时呢，也可以把止损位设置在169均线$0.69附近。那么当前价格非常接近于144均线，可以是逐渐进场。我们认为这轮行情起涨点是在23年9月，23年9月之后，我们看到一直围绕144均线做均线上方的拉涨动作，因此呢，在回踩144均线附近之后呢，是可以重点关注。那么随着板块轮动，从某板块到 GameFi 板块这种轮动过程的发生，我认为 YGG 这种 GameFi 板块当中的龙头会有更多的机会。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呢，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购买我这本书，也可以加入我的会员群。感谢大家，再见。